这回我主要想分享，音箱数量的选择、位置。我的家庭影院120寸的屏幕确定以后，从视觉来说就是1080p 4K 3D 4:3 16:9，但是更多的是音响部分。现在我去到一个，就是他们杜比道的 COM 这个网站，他就来讲这些音箱的设置。从这里讲，就是它的5.1、7.1、9.1、2.1、2.1.2，从上的就有两个天花板的音箱，3.1、3.2、4.1、4.1.2、4.1到4，就是上面有4个。从这里开始5.1.4，这上面就已经有4个音箱。其实我做的时候，我觉得还没有这么多的东西，但是我当时也没有留下，我当时没有想到要做视频，所以我照的照片也不是很多，也没有做一些录像，所以现在呢都是后补的。不过我知道它的生产厂家一定要弄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来赚钱，所以你看现在7.1.2、7.1.27.1.4，到最后7.1.6就开始房顶上就要可以装6个音箱，7.1.6，后来再到后面9.1，到最后9.1.6。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，好吧，我先把我能装的音箱全部都装在屋子里，如果决定要放在就是嵌入到墙里的呢，我就全都装上。这样的话，你再出什么东西，我也就不用改动太多了。当时主要是基于这个考虑。反正装好了以后，我使.2也好，.4也好，.6也好，我不接也就是了。那现在到出的就是11.1.8，这是它的网站。从生产厂家来说呢，也是一样。你可以去天龙的网站，或者是先锋的，还有雅马哈的，这就是我觉得的一些网站，都是越出越多，都是要把天花板上的音箱要装上。其实我觉得真正有几个能在天花板上再装6个音箱或4个音箱，如果已经建好的情况下。所以我既然是要从头开始装，那么我就还是把音箱都装上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房顶的6个音箱我已经都装好了，那么边上的这个墙的左右两侧我就没有马上装，我有几个接触的线，这样的话我就想它以后再出什么幺蛾子，再出什么不同的位置，那么我就再改动就是了。这就是它的这个显示的9.1.6。那么这个音箱的位置呢，基本就是这样。还有它的角度，这是它的那个我们叫皇帝位。所以我基本上
做的时候那个角度呢是按照这个图来做的。当然，因为是嵌到墙里的嘛，没有那么的标准，只是大概其就是这样了。这就是它的那个标称。我觉得它这个有点新，我其实做的时候没有，我记得没有这么多，因为我做的时候也是，我从15年底16年初开始做的，基本上到18年19年就完工了。其实我音箱的部分到18年基本就完工了，后面你想还要再做喷漆啦什么的这些东西。关于我音箱的位置，我再简单说一下。我用天龙这个做个简单介绍。天龙这个现在最新的顶级旗舰就是 X8500 HA， 6000块钱。我就是说它的音箱的位置，这就是一般的那个 7.1 也好 9.1， 这个是它的就是天花板的那个音箱的位置，就是前中后，就是左边右边的前中后。它现在加了一个 TS， 也是在中间，在房顶上的，它叫什么房顶环绕，反正它是不给我折腾，我那个是没有的，所以总是在变化。这个是从下面看它的音箱的位置和数量，还有角度。这就是我选的最后决定，就是房顶6个，周围放在墙里的6个是2个，背面2个，左右2个，前面上面2个，剩下的音箱可以外接，可以接可以不接。另外中置接了一个在墙里嵌在墙里的，还做了一个在外面可以接的，另外有2个线可以接到我的超重低音。因为把地下室升级到9尺，花了1万多加币，所以做这个地下室的时候，想的是又要省人工钱，又想省材料钱。有的人说最好把所有的音箱全都用一个牌子，说这样的话呢，就是效果会更好一些。因为想省钱的原因吧，要不想省钱，我就请别人做了。所以我的房顶嵌入式音箱用的是 POG Audio MC80 8寸的，用了6个。另外4周嵌入墙内的用的是雅马哈6.25寸3位，从 Costco 买的，正好打折。另外有些我本来就有的，所以也就没有再去买。像我的主要的在放前面的音箱就用的是 JBL CF150，
另外我还有2个超重低音，一个是 Sub 12，一个是 JBL B 380。最后我也没有用，现在我没有接这2个超重低音。剩下的问题就是把音箱放在那个位置上，就是嵌入式的。我基本上嵌入式的音箱都要做一个架子，你看从这个图里可以看出来，就又加了几根木头来支撑这个音箱。我怕那个只是用那个石膏板，怕撑不住。这样的话会，另外我那个线呢也可以放在那个位置，到时候拿的时候也比较好拿，也比较好固定。音箱选择差不多就这样，我下回再讲一讲我接线音箱的接线。我音箱的接线也是比较复杂，是8寸的。这是我左侧的线入式音箱一个，左侧前面上面一个，右侧上面一个，右侧一个，背面2个。